大家好，我係 W，歡迎嚟到 War Channel。我哋除咗會講述世界各地嘅歷史奇聞奇案之外呢，仲會介紹一啲世界上面冷門又值得去嘅旅遊景點。中意嘅話，記得幫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。去日本旅遊喺東京，好多人呢自然就會諗到喺涉谷街頭追尋時尚潮流，又或者漫步去明治神宮、淺草等等嘅地方，感受古老嘅風情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除咗閃亮嘅霓虹燈同埋傳統嘅神社寺廟之外呢，東京仲有啲藏喺歷史深處景點等大家去探索發掘嘅呢？今日我將會同大家去橫須賀嘅三粒艦，一齊走進歷史嘅漩渦之中。三粒艦係福島級嘅戰艦，重15,140噸，全長131.7米，闊23.2米，係用奈良縣嘅三粒山為命名嘅。1899年1月24號喺英國維克斯阿姆斯壯公司嗰度開始動工，喺1900年11月8號完工下水，歷時3年，耗資咗880萬日元。1895年，清廷喺甲午戰爭度輸咗，李鴻章呢就去到日本下關簽訂咗喪權辱國嘅馬關條約。咁日本呢奪取咗遼東半島，但係無奈地沙俄嘅壓力底下呢，日本被迫將遼東半島歸還翻俾中國，因此日本就對沙俄呢懷恨在心。因為咁樣，日本海軍落實咗66艦隊計劃，即係要添置多6艘戰艦、6艘裝甲巡洋艦嘅計劃嚟應對假想敵俄國。不過儘管有咗甲午戰爭嚟自清廷嘅賠款，更新呢啲船艦呢，亦都係非常之昂貴嘅事情嚟嘅。所以66艦隊嘅計劃提議人山本權兵衛就同西鄉重道呢，就係挪用海軍軍費。呢樣嘢係違反憲法嘅，但係西鄉就咁樣講啦。如果議會追究到嘅話，我哋就喺二重條度切腹啦。如果死2個人就買到軍艦嘅話，我哋亦都死得其所啦。於是三粒艦就喺呢個情況底下，用非法挪用嘅預算製造出嚟啦。當時嘅俄國亦都唔係乜嘢冇牙老虎，佢哋旗下有2支世界級嘅艦隊，包括喺中國旅順港停泊嘅太平洋艦隊，同埋喺波羅的海嘅波羅的海艦隊。俄國當時嘅思路係，只要堅守到旅順港，等到波羅的海艦隊，咁就一齊裏應外合，將日軍一舉殲滅。但係日本陸軍呢，就冇俾到呢個機會啦。1904年12月5號呢，日本陸軍喺旅順嘅外圍攻陷咗203高地，並且以203高地作為呢個炮兵觀察所。咁指揮炮擊作戰。呢個時候，太平洋艦隊喺旅順港入邊呢，成為甕中之鱉，被逼呢要去突圍，最後呢，就喺黃海海戰入邊被殲。當時嘅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波羅的海艦隊馳援遠東，組成咗第2太平洋艦隊。咁俄國嘅艦隊呢，由聖彼得堡出發，繞過非洲大陸同埋印度洋，穿越呢個台灣海峽同埋對馬海峽，喺經歷7個月嘅航行之後，終於喺1905年嘅5月到達咗日本近海，並喺5月27號呢，同日本聯合艦隊喺對馬海域入邊呢，就發生衝突。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喺之前呢，就帶領咗日本聯合艦隊呢，喺對馬海域呢一帶進行訓練。不過始終係要面對強大2倍嘅波羅的海艦隊佢仍然覺得係唔夠足夠嘅勝算嘅，所以佢喺戰前發號施令就話俾全個艦隊聽：亡國興衰在此一戰，望諸軍請一同努力。雙方其後交戰，擁有機動優勢嘅日本海軍進行敵前大回轉，因為咁樣取得咗火力嘅優勢。日本海軍相繼擊沉咗多艘俄國戰艦，包括佢哋嘅旗艦蘇沃洛夫親王號。僅2日之內，日本聯合艦隊就用壓倒性嘅優勢擊敗咗俄國嘅波羅的海艦隊，俘虜咗對方嘅司令，並且令到對面幾乎全軍覆沒。而日本嘅聯合艦隊僅係損失咗3艘魚雷艇嘅啫。
咁呢一次嘅戰爭呢，再次延續咗由甲午戰爭以嚟以弱勝強嘅日本海軍歷史。沙俄被迫簽訂咗朴茨茅斯和約，呢場仗確立咗日本一等列強嘅國際地位。而呢個時候，距離1868年嘅明治維新政策只係得37年嘅啫。戰後，三粒艦喺佐世保港因為彈藥庫爆炸而沉沒，後來俾人撈起。去到1922年，華盛頓海軍條約裁軍底下呢，被去除咗軍籍。1925年，三粒艦正式變作紀念艦，喺橫須賀永久保存。如今大家都可以買飛入場登上呢艘舊艦，四周圍繞住大家嘅係日本海軍必勝嘅決心。海浪嘅聲音、炮火嘅回聲，令到大家彷彿穿越咗個時空，翻去嗰個列強爭霸嘅時代。而坐落喺三粒艦前面嘅人像，就係喺呢段歷史入邊最令人矚目嘅人物，就係當年曾經喺艦橋上面俯瞰戰場、冷靜指揮嘅海軍將領東鄉平八郎。佢亦都係日俄戰爭入邊主要嘅指揮官。佢曾經喺戰爭入邊講到亡國興廢在此一戰，彷彿預言咗呢場戰爭對日本未來嘅影響。佢嘅智慧、勇氣、果斷決策，令到日本喺戰爭入邊獲得決定性嘅勝利。走喺三粒艦上面，你可以細味艦長室、主炮台、艦員宿舍等等嘅地方，彷彿親身經歷咗戰士當年嘅生活。同一時間，三粒艦入邊除咗展板等大家可以了解當年嘅歷史之外，仲有 VR 等等嘅設備，等大家可以同東鄉平八郎一齊企喺艦橋上面運籌帷幄，亦都有唔同嘅遊戲等你了解當年嘅戰術等等。唔同其他紀念艦，三粒艦絕大部分地方都係對外開放嘅。大家可以喺甲板享受住徐徐海風，感受一下當年大炮巨艦主義下戰列艦嘅各種細節，包括兩座雙聯裝30.5厘米主炮、14門15.2厘米嘅單裝副炮，仲有當時世界防禦力最高嘅克魯伯江裝甲板等等。喺呢個繁華嘅現代城市背後，三粒艦靜靜咁樣瞓喺個港口度，等你去揭開佢神秘面紗。你可以乘搭 JR 橫須賀線去到橫須賀站，再行多15分鐘就到㗎喇。沿途呢都係海濱長廊。幸運嘅話，你仲會見到橫須賀美軍基地嘅美軍船艦，十分壯觀嘅。下次去日本，不妨喺呢個特別嘅地方聆聽一段塵封已久但係永不消逝嘅歷史啊！另外順帶一提，喺日俄戰爭入邊呢，仲有一艘參戰船艦，最後都變咗紀念艦嘅，咁就係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嘅曙光號巡洋艦啦。咁當時啊，喺對馬海域俄軍慘敗情況底下，曙光號脫離咗俄國艦隊，掉頭穿過咗對馬海峽，最後呢去到菲律賓先被扣留。戰後呢就歸還翻俾俄國嘅。而佢變成呢一個嘅紀念艦嘅原因，唔係因為喺對馬海域嘅輸咗，而係因為呢佢打響咗10月革命嘅第一雙響炮。想知更加多嘅冷門有意義嘅景點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啦。我係 W， 下次再為你推介冷門有意義嘅旅行景點。